听到发布会马上开始，陈一宁才停止了与萧初然的八卦。一旁的叶晨也稍稍松了口气，看来记者属实八卦，每天接触各种新闻报道，不八卦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再让陈一宁这么说下去，没准就把自己的一些关键信息给捅出来了。比如父母在金陵出事的时间，正好是自己进福利院的时间段，而且自己也姓叶，幸亏萧初然不八卦，否则只要往深了去想，总能察觉到一些不对。不过万幸当初叶晨的个人信息被保护得很好，如陈一宁这种记者，也只知道当年叶家有一个孩子下落不明，但却不知姓谁名谁，否则他要来一句叶家丢的那个孩子叫叶晨，萧初然就算再单纯也得好好琢磨琢磨。很快发布会便正式开始，安凯峰作为整个发布会的主导，并没有采用以往传统企业各大领导排坐一起召开发布会的形式，而是自己一个人迈步走上舞台。随着现场灯光关闭，舞台上的他以及他身后巨大的高清 LED 屏幕变成了全场瞩目的焦点。登台之后，安凯峰便微笑着说道：“欢迎各位媒体朋友参加今天的发布会，我是安氏集团 CEO 安凯峰。今天的发布会将由我代表安氏集团及叶氏集团来向诸位公布我们两家的一系列重大商业决策。”安凯峰数年前就开始作为安家对外业务的负责人抛头露面，登台之后，无论形象气质、谈吐举止，都透着十足的精英风范，令不少女记者心生仰慕。即便是年纪与萧初然差不多的陈一宁，都忍不住低声对萧初然说道：“安凯峰真的是超级钻石王老五的典范了，人长得帅，能力也强，家里更是富可敌国，完美符合我的择偶标准。不过想嫁给这样的男人，上辈子恐怕得拯救银河系才行了。”萧初然低声道：“宁宁，他好像都40多岁了。”40多岁怎么了？陈一宁悄悄说道：“我就喜欢这样的帅大叔。年轻的小男生不懂体贴人，吵架拌嘴，有时候还得女生去哄他们。大叔就不一样了，他们什么都懂，只要一个眼神，他们就能精准拿捏对方的需求，总能把女孩子照顾得很好。”萧初然笑着说道：“人家肯定已经结婚了，孩子可能都已经读大学了。”陈一宁点点头，连忙道：“他要是有一个18、9岁的儿子，我也不介意老牛吃嫩草的。”叶晨在一旁听得无语，这个女人一会儿想当自己舅妈，一会又相当自己的弟媳，也属实有些奇葩。而这个时候，台上的安凯峰朗声说道：“今天发布会的第一个环节，就是要向社会公布由安氏集团和叶氏集团共同出资打造的新品牌。众所周知，华夏的新能源汽车产业一直处于全球范围的领先水平，安家和叶家也非常希望能够在华夏璀璨夺目的新能源产业上实现锦上添花，所以我们两家决定投入至少400亿美元，在金陵创立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品牌。”安凯峰这番话一出，现场顿时一片惊呼。400亿美元的投资，这在金陵民营企业发展的历史上尚属首次，而且一个汽车品牌投入40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已经将近3000亿人民币。要知道，前段时间火遍全国的雷米汽车，总投入也不过才100亿人民币而已。安家和叶家要在金陵投资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品牌，投入竟然是雷米汽车的30倍。如此大的手笔，别说在华夏，就算在全球汽车领域，也几乎是无人能出其右的超级大手笔了。那些正在屏幕前看直播的观众，一个个也都惊得目瞪口呆，尤其是金陵本地的观众，激动的已经恨不得在屏幕前欢呼起来。一个城市忽然涌入3000亿人民币的投资，必然会让这个城市的所有指标都更上一层楼。每一个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人，都或多或少能够从中得到利好。这时，台上的安凯峰又道：“诸位媒体朋友很多应该知道，我们安氏集团前段时间刚刚收购了破产重组的高恒汽车。不过，我们与叶氏集团这次400亿美元的共同投资，并非用来投资高恒汽车的发展，而是我们两家经过商议决定推出一个全新的汽车品牌。届时，我们会将高恒汽车的团队与硬件全部并入新品牌。届时，
高恒汽车将推出历史舞台，成为我们这个全新品牌的一份子。而且我要声明一点，刚才我宣布的400亿美元投资，并不包含高恒汽车的任何资产。台下的媒体记者们更是激动，高恒汽车本身就是安家花费数十亿美元买来的，还不算进400亿美元投资的序列中，那也就意味着安家和叶家打造的这个新品牌，投资要在400多亿美元甚至更高。安凯峰这时候转过头，看向身后的大屏幕，难掩激动地说道：想必媒体朋友以及荧幕前观看发布会直播的朋友们，都很想知道我们与叶氏集团合资的新品牌究竟叫什么。那么接下来就有请大家看向我身后的大荧幕，安氏集团与叶氏集团的新汽车品牌，即将在倒计时10秒之后呈现在这块大荧幕上。说罢，全场灯光瞬间熄灭，现场犹如一个超大规模的电影院，除了大荧幕的亮光之外，一片漆黑。这时，荧幕上忽然呈现出一个渐进渐强效果的汉字时，现场的媒体记者开始不由自主地高声喊出这个字，而后汉字10迅速褪去，而汉字9又渐渐浮现出来。接着，每一个字出现和消失的速度开始加快，现场的背景音乐也开始响起了节奏越来越快的心跳声。在最后一个汉字1也消失之后，大荧幕立刻陷入一片漆黑，现场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所有人都在盯着漆黑的荧幕，想知道安家与叶家共同投资400多亿美元的汽车品牌究竟叫什么。在持续了几秒钟的黑屏之后，荧幕中央忽然出现了一个亮点，紧接着围绕着这个亮点，仿似一团火焰从中燃烧开来，紧接着这团火焰更像古代红衣大炮的引信，迅速在荧幕上烧过一个非常飘逸的 S 型弧度，仿佛一道迎风招展的绸缎。而当火焰完全烧过之后，现场忽然响起激动人心的华夏古典民乐，那仿似齐天大圣从天而降，又仿似哪吒三太子腾空而起时的背景音乐瞬间将气势拉满。而后那火焰烧过的痕迹，在澎湃的背景音乐中骤然蜕变成了一条拥有2道尾穗迎风招展的红色长鹰。接着在那迎风招展的长鹰之下，如雕刻般赫然出现4个苍劲有力的书法大字：长鹰汽车。